刚我们已经发了一期天玑9500的前瞻视频，测了一下工程机的表现。那么很快呀，我们现在又拿到了量产真机，就是我手上的这一台 OPPO 的 Find X9 Pro 啦。这台机器的外观，尤其是它背面的这个部分呢，还不能够给大家看啊。 但是性能我们已经测得差不多了，我觉得机圈的同学应该还是挺关心的，就是今年发哥的旗舰手机芯片到底做得怎么样？搭载天玑9500的各路国产高端机又是什么水平呢？我们今天就拿这台 Find X9 Pro 来详细测一下吧。 目前 Find X9 Pro 的大部分外观和规格都还没有解禁，只能给大家先看个正面啊。今天这期视频能让聊的也就是它的性能了。我们前面已经解析过了天玑9500的规格，没看那期视频的话，赶紧去看啊。那这里我就废话不多说，直接开始实测天玑9500。首先是它的 CPU 部分，1+3+4的配置，用的都是 ARM 最新的 C1 架构 ，C1 Ultra 超大核继承自 X925，C1 Premium 大核继承自 X4，但实际上是从 Ultra 砍了浮点得来的。C1 Pro 就是新的 A7XX 的这个中核的，规格比起 A725差别并不大。那我们就掏出行业标准 Spec 2017，先来测测看它的超大核能效怎么样了。那这个就是超大核的能效曲线。 对比上一代的 X925，这个 C1 Ultra 的低频能效，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变化啊，但是高频的提升还是比较明显的。从峰值性能来看，整数强了10%，浮点强了20%，但这个也是我们测到的第一颗单核最高突破11瓦功耗的手机处理器啊。我觉得啊，它这个4.2G 赫兹的峰值频率是有点过于不切实际了。如果降低到去年9400的3.6G 来跑呢，它的功耗会低非常多，这个时候的性能也还是蛮强的啊。应该说啊，这个 Ultra 超大核还算是符合预期的，而从 Ultra 超大核阉割浮点得来的这个 Premium 大核呢，表现就有点不好说了啊。看整数的话呢，它的能效比起上一代的 X4实在是谈不上多好看啊。你得考虑到这里面还包含了 N3P 工艺的这个迭代呢啊。浮点的能效也是半斤八两，只能说 C1 Premium 的峰值性能拉得更高啊，毕竟频率更高嘛。至于这个能效和 C1 Pro 呢，看起来也是和9400上的 A720没啥大区别吧。从曲线的趋势上看啊，这整数能效和去年8 上的那颗中核差不多，浮点可能强一点点吧。整个处理器3种核心的能效曲线一路排看，你会发现三者是很难衔接得上啊，整数也只是贴在一起。 它的大核跟中核相比 Ultra 超大核，并没有出现明显的这种术业有专攻的优势区间啊，浮点更是全程都被超大核压着，所以我就不太确定大核砍这一刀对于能效的作用是体现在哪里的。实话说，看完这个 Spec 2017 3种 CPU 核心的能效。 我该怎么说呢？这个 C1 Ultra 超大核它确实有进步，但是 Premium 大核跟 Pro 这个中核在能效上并没有什么改善啊，主要还是拉高了峰值性能吧。不过我们光看了每个核的情况啊，那发哥这一次9500整个 CPU 的表现怎么样呢？赶紧来跑一下 Geekbench 6看看吧。 在这台 Find X9 Pro 上呢，我们跑出了单核3709分，多核10716分。比起前代的天玑94，单核提升23%，多核15%。之所以这个 GB6 的提升看起来比 Spec 里要大，主要就是受益于这一代 ARM 架构新加入的 SME2 指令集拓展啊。GB6 更新到了6.4版本之后，就已经支持 SME2 了，所以分数肯定是会高一些的。但现实应用里能不能用得上 SME2 指令集加速，这个还是得看开发者是怎么写的程序啊，这个就跟 PC 上的 AVX 512差不多。不过啊，我们的老观众肯定都知道，这个极限性能并不是那么重要的，我们还得看能效啊，所以赶紧就掏出 GB6 的多核能效曲线。那这个就是 Find X9 Pro 上的天玑9500跑出来的成绩了。其实它的低频能效相比9400。 并没有太多的变化啊，这也符合我们刚刚在 Spec 里看到的情况吧。9500的 CPU 啊，主要还是提升在8瓦以上的高频部分。它的 CPU 多核能效整体看起来和骁龙8 Elite 啊，还有苹果的 A18系列比较接近。目前这个 CPU 的表现是有点没达到我预期的啊，它主要还是靠的超大核，大核跟中核的提升有限。我觉得啊，天玑9500能够把它那个极限跑分拉到将近11000分，它都已经快燃尽了啊。
好在 GPU 方面，天玑9500还是比较给力的。前面一些前瞻的视频我们已经提到了，这一次的马力 G1 GPU 虽然还是12核，但是架构上带来了不少的改进。我们拿Find X9 Pro 跑了一下 3D Mark Still Nomad Lite， 体现到能效曲线上，天玑9500的 GPU 峰值性能提升是26%，6瓦下的能效提升也超过了10%。在苹果 A19 Pro 的 GPU 大幅革新，重回前列的情况下，天玑9500的 GPU 依然可以打赢苹果，还是挺厉害的啊！包括这一代的光追性能提升也很大。那么它能不能保持住这个头把交椅，问鼎今年最强手机 GPU 呢？你们可以好好的期待一下啦。顺便啊，因为这一代 NPU 的提升也很大，所以我也在Find X9 Pro 上实际部署了一下千问 2.5 3B 的 Q4 模型。那在 OPPO 工程师的优化下，我们甚至是可以跑出超过160 tokens 每秒的 decode， 吐字非常的快啊！哪怕在4瓦多持续功耗下，也能够跑到110多的 tokens 每秒，这个推理速度还是相当不错的啊。那由于Find X9 Pro 的电池信息还没有解禁，现在我只能讲它的电池还挺大的，所以我们3.5标准的续航表现就得等到机器发布会开完才能够揭晓了。今天我们能够大家聊的呢，就是它的这个游戏性能了。前面说了那么多的芯片，那我们先回到Find X9 Pro 上看看它的游戏表现怎么样吧。我们首先来挑战一个比较有趣的狠活，玩它个5小时原神，看看Find X9 Pro 能不能坚持得住。这不仅要看它的这个性能，更重要的是看看它的这个电量能不能撑足5个小时游戏也能弥补一下我们这一次测不了续航的遗憾吧。那这个测试做的我们是很痛苦啊，工程师轮番上阵。最搞笑的是，测试软件都没法上传这么大的数据，反而只有Find X9 Pro 机器本身是能够从头坚持到尾的确实是没有任何掉帧，游戏是很流畅，并且最终还剩下了电量，打完5个小时的游戏还能够继续用，也算是圆满完成任务了啊。好了，回到我们的传统游戏侧向看看啊，先来试一下崩坏星穹铁道。那不管是高分辨率 770P 还是非常高分辨率 991P，Find X9 Pro 都可以轻松跑到满帧。先拿 770P 来对比一下 iPhone 17 Pro Max 的中档分辨率 795P， 同样接近跑满60帧的情况下呢，Find X9 Pro 是平均59.8帧，整机功耗6.3瓦。帧率比 iPhone 更稳一点的同时呢，这个功耗也没有高出太多。那如果和去年的9400啊，还有8亿机型比，那能效上还是有所领先的。机身温度的话，能控制在44度，虽然没有 iPhone 17 Pro Max 那么低，但是比起前代机型的动辄47度以上，还是合理不少的。哪怕开到991P 的非常高分辨率，此时上一代机型已经撑不住，掉到50帧出头了，Find X9 Pro 仍然可以接近60帧，整机功耗7.2瓦，代际上还是有一定进步的。那为了再上点强度，我们这一次也测了 770P 的30度5G 魔鬼奔铁场景。高温加5G 的环境下，虽然机身最高温度快奔着50度去了，但是谢天谢地这Find X9 Pro 还是完全撑住了，帧率还是贴近60帧，没有出现掉帧的。比起 iPhone 17 Pro Max 呢，在这种极限环境下，性能释放确实还是要更刚一点的，也比前代机型更加的坚挺。那再来看一下明朝的 864P，明朝是一个对高通平台比较友好的游戏，天玑9500的Find X9 Pro 在这里还是能够跑稳60帧的，整机6.7瓦吧，帧率比起9400的机型还是稳挺多的。那最后王者120帧极致的表现，Find X9 Pro 跑稳120帧的这个整机是3.4瓦的功耗，和前代相差不大吧。王者的负载还是比较低的，感觉现在的旗舰机如果不提升这个低频能效的话呢，王者基本上就是这个水平了。好了，今天简单测了一下Find X9 Pro 上的这一颗天玑9500的发挥，不知道大家对于这颗芯片怎么看呢？感觉光说处理器的性能和能效，今年的发哥应该就是一次小迭代吧。在全大核这一波创新过以后如果不想进一步的增加芯片面积来抬高成本，就得靠ARM每年的 IP 更新和慢慢的制程更新，以及发哥自己一点点去磨它的这个后端设计了。那游戏方面的水准，我们简单看下来，像本铁里面呢Find X9 Pro 还是挺过关的OPPO 已经尽力在发挥这一颗芯片的能力了不过芯片以外我还是挺想知道Find X9 Pro 的续航影像系统等等各个方面的表现，所以就期待一下它之后的发布会好了。喜欢本期节目的话呢，别忘了长按点赞1键3连。这里是极客湾，我是云飞，我们很快就会再见的，拜拜。